我现在面前呢是苹果刚刚发布的运行着 M3芯片的13英寸 MacBook Air 以及15英寸 MacBook Air， 我们一起来快速开箱。我这次拿到的呢是午夜色配色，午夜色的编织磁吸 MagSafe 充电插头，35瓦的双 Type-C 接口的这种强插式充电器，我强烈推荐大家选这款啊，冰冰凉啊！这就是全新的午夜色13英寸 MacBook Air。哇，13寸的 Air 还是非常的轻薄。然后我们来快速看一下15英寸啊。15英寸和13英寸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，就是这两侧多出了这两行区域，因为它键盘是一样大的嘛，同时屏幕的触控板也会大了很多。我现在把13英寸的和15英寸的做一个对比啊，你就能够感受到13英寸是一个多么小巧的笔记本，13英寸和15英寸它们在体积上的差别有多大。这一代的 MacBook Air 只升级了芯片，其他部分呢没变，所以今天的视频我来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啊。新 Air 的独占功能，配置推荐 M2 还是 M3，13英寸还是15英寸 ，Air 还是 Pro。最开始我想跟大家聊到的还是颜色啊，颜色今年没变化，我还是比较失望的。苹果目前的非 Pro 产品线 ，iPhone 数字系列、Apple Watch 数字系列、iMac、iPad Air、iPad 数字，各种丰富色彩选择，变着花的给你出新颜色。唯独 MacBook Air 这条面向大众的产品线极其克制。就是说，出一个浅紫色 MacBook Air 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就这个紫色金属加上这个白色键盘的 Air 怎么了？再售4个颜色，我依然优先推荐星光色和银色这两个浅色系啊，视觉上更加轻盈。午夜和深空灰呢要偏商务。今年午夜色工艺升级了，和 MacBook Pro 黑色一样，增强了抗指纹能力。我给大家实际测试了一下，拿起一块基块，然后我们在13这老版的 MacBook Air 上按一个手印。能看到吗？手印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再拿一下这个基块，然后我在新的午夜色上按一个手印。哎，能看到吗？还是有手印，能看到吗？这个其实跟那个之前MacBook Pro 黑色那版本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手印它还是有手印，就是抗油的属性会更好一点。这个部分我把午夜色和去年发布的 iPhone 15 Pro 进行了一个对比啊，整体上都颜色很接近，但是呢，手机的这个玻璃质感，我觉得还是要更亮一些的。那么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啊，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代哪儿变了？第一个 ，M3 独占动态缓存技术，处理图形工作效率更高，能耗更低。第二就是增加了光线追踪的支持，但是考虑到产品定位，第二个升级对于 Air 用户来说感知并不明显。这个时候 M2 的用户不明显。不明显啊，点赞。性能方面呢 ，M3 相比于 M1 是大提升，那对 M2 是正常提升。其中 CPU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帮助你缩短完成任务时间的能力 ，GPU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去提升画面顺滑的能力，而 NPU 则是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。新款 Air 还有2个升级，一个是更快的 WiFi， 另一个呢是支持了外接2台显示器。改变的部分就是这些，其他大家可以参考 M2 版本的 MacBook Air 视频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回答大家第二个问题，也就是配置推荐。当我们选择下单的时候，那你第一个选项是选择8核还是10核图形处理器，这个部分不用管，你选择512GB 存储或者16GB 内存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的给你升级到10核心。如果你选择8+256这个配置，那8核妥妥够用。第二个选择呢是内存，8GB 日常办公，包括文档编辑啊、PPT 啊、表格制作呀、网页浏览啊、视频会议呀，这些都完全够用了啊。16GB 呢就要进阶一点了，比较适合那些专业的表格、专业的影音工作、进阶的编程，以及明明8GB 够用啊，但是内心焦虑就怕不够的那部分用户啊。24GB 的话呢，我还是之前那个观点啊，你有这个预算，有这个需求，我建议可以考虑 MacBook Pro。第三个选择存储啊，这次呢我没有拿到入门版的 Air 啊，中配和高配存储速度我给大家分别测试了一下，这个速度更快，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你存一部视频到电脑里，它的时间更短，或者说你打开软件的速度更快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256GB 它的 SSD 速度呢要比512和 1T 要更慢。不过这个呢，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纠结啊。这个速度日常差异办公感知还是比较弱的。我建议还是优先从你是否需要更大存储这个角度来考虑选择。推荐的话，我觉得优先还是512吧。
习惯外接存储或者云存储的，你可以选择256。存储的原则就是越大越好。我依然会推荐三星的外接移动硬盘啊来搭配使用。之前我一直使用的是 T7，就是像一个名片大小似的，出门什么的携带非常方便。我买了好多 T7，结果就在前不久，人家产房传喜讯，升了啊！现在升级到 T9了。这个 T9的移动硬盘呢，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。三星 T9目前2TB 版本的售价呢是1599，从苹果256升级到512要花费1500，两个价格比较接近啊，但是容量增长了16倍啊。缺点呢就是它拖着一个小尾巴，不是那么的美观，但是这个依然是我个人认为比较推荐的一个配件。那么是选8+512还是选16+256呢？如果非要2选1的话呢，我还是会推荐8+512。今年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，就是除了入门版本它的价格没有变，中配和高配价格都降价了啊。M2 芯片版本之前8+512版本它的售价是11499，16+512它的售价是12999，而现在 M3 版本这两款的售价都便宜了1000块啊。笔记本电脑它和手机并不是特别一样啊，笔记本是那种可以轻松使用5年的产品。如果你把1500元去放在5年这个使用周期里来看，1年也就300块，对不对？1个月就25块，基本上你1个月少吃1个汉堡。这个钱就省出来了。所以如果选8+512还是16+256，让你如此纠结，甚至会因为错误的选择去困扰你未来5年使用笔记本的这个正常心态的话，那么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多花这1500来一个16+512啊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，仅供大家参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回答第3个问题，是选老款的更便宜的 M2 呢，还是选新款的 M3 呢？首先，如果你预算充足，你肯定选 M3 啊。M3 是现在全球唯一的3纳米芯片啊，拥有更好的性能、更出色的能耗管理，还多了一系列的新功能。M2 芯片的那个电脑，它一定是更早淘汰的那一批啊。但是呢，考虑到除了芯片，其他环节都很接近，所以如果 M2 版本它的 MacBook Air 价格有明显的优势，那我觉得还是值得入手的。我给大家搜集了4个比较稳妥的降价选择方案。第一个，苹果官方翻新商店 M2 标准款的售价是6799元啊，就这个价格比现在全新的 M2 芯片版本的学生折扣还要便宜400块。全新的外壳、全新的电池、官方的质保、14天无理由退货，这些都和普通版完全相同。要知道 M2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刚上市的时候，它的零售价格是9499。第二个就是如果你预算不足，但是就是想买 M3，你可以考虑以旧换新，手机、平板、电脑都可以用来以旧换新。我的8+256版本 M1 芯片 MacBook Air， 我上网去查了一下，可以折抵4800，我觉得这个价格还不错。第3个，那自然是等等618了，京东、天猫必有一战。第4个就是今年7月会开始的返校活动啊，如期到来。老师和大学生群体都可以享受800块左右的学生折扣，再白拿一个 AirPods 3。回答第4个问题啊，就是选13寸的小 Air 还是15寸的大 Air 呢？在此之前，其实我对于15英寸这个版本不是特别理解。我认为15英寸它确实变得更大了，但是也变得更重了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也是这样啊。那岂不是脱离了 Air 这个系列所谓的飘在空气中这个概念了吗？但是我自己在使用了半年之后，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。首先呢，15英寸我觉得更推荐给那些本身家里没有台式电脑的同学啊，他们有移动办公的需求，但是不是很强。相反，平日对于大屏幕的需求会更高。在和13英寸 MacBook Air 相比较的时候呢，15英寸确实不轻啊。包括坐在高铁这种相对狭窄的空间里，我使用13英寸的 Air， 高铁小饭桌旁边呢，你是可以放一个盒饭或者放一桶面的。在这些场景下，15英寸受到的限制就会更多。15英寸的 Air， 与其说叫 Air， 它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15英寸的 MacBook 非 Pro 啊，因为它给那些需要大屏幕但是却不需要 Pro 性能的用户来了一次结结实实的减负，重量减轻了30%，厚度减薄了30%，价格从16寸的 MacBook Pro 最低的19999就接近2万块钱，直接砍掉一半，来到了现在的10499。电影《穿普拉达的女王》里边那个时尚主编，他办公室就没有摆放台式机，15寸的 MacBook Air 明显就更适合他，对不对？电影《龙纹身的女孩》里边的记者从背包里拿出一台当时一个16寸的 MacBook Pro， 如果我们从实际需求来看的话，他可能也不需要背那么重的电脑。哎呀，来到最后一个老问题了，选择 Pro
还是选择 Air 啊？首先明确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啊，如果你本身不是高强度专业软件用户啊，那么买 Pro 不仅你花了更多的钱，浪费了更多的功能，还增加了通勤的负担。第二就是 Pro 的优势在哪儿呢？Pro 它其实除了性能上要比 Air 出色太多之外啊，屏幕也可以实现出色的高动态范围显示，带来最纯净的黑色。在此之前呢，我看也有不少同学表示说，我其实用不上 Pro 的那个性能，但是我就想用它那块屏幕去看电影。不过前几天我在微博做了一个投票啊，超过1万人投票，只有9%的用户选择日常会使用笔记本电脑来看电影，排在平板、手机、电视之后的第4位。所以说呢，买 Pro 用来看电影这个需求，我觉得是可以再考虑一下的啊。毕竟 Pro 和 Air 差了4000块的差价，都够买一台 iPad Air 了。第三 ，Air 的优势在哪儿呢？它的优势在于超级轻薄、出色续航。周五还有90%电的前提下，我带着去出差，完全没有充电啊，连续使用5天时间，加在一起亮屏时间大概是7个半小时，然后外加上5天续航，到周二下午，这个笔记本电脑剩余电量19%。实际上 MacBook Air 要比我的 MacBook Pro 续航水平还要好。我每次看到电影里出现主角把笔记本就是直接放在腿上，然后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床上去写文章啊，去上网浏览，我都觉得是一种特别惬意放松的使用方法。1998年的电影《电子情缘》，26年前厚重的苹果笔记本 PowerBook 续航官方是1个半小时。你看那时候梅格瑞恩还要插着电源和网线才能用啊。电影《律政俏佳人》里1999年发布的 iBook 官方续航来到了4个小时。电影《社交网络》里，它那个2004年第2代 iBook 官方续航达到了6小时，但是你看它也还在插着电源使用。纸牌屋里2013年前后出现的 MacBook 逐渐摆脱了线缆，官方续航这时候已经来到了7小时，而在今天 MacBook Air 已经可以实现官方18小时的续航，我的真实使用场景接近10小时的续航，真的可以轻松覆盖1整天的使用需求了。总结啊，我认为现在的 MacBook Air 其实要更接近于苹果对笔记本形态的一个终极幻想：轻薄、坚韧、稳定，做工细腻，充电有趣，屏幕更大，续航更长。不过，之所以说是终极幻想，就是因为现在 Air 的性能还没有 Pro 那么强啊，不能长时间的去撑起那些大型的专业软件。你想要更强的性能，那笔记本就会变得又厚又重。我用 Pro 是因为 Pro 能帮我赚钱，但我用 Air 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台电脑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2024款 MacBook Air。我给大家最关注的几个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啊，希望能够帮助此前困惑纠结的你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MacBook Air 购买指南，我们2025再见。